顾少奶奶说了，你试用期没过，给你10分钟，马上收拾东西，滚蛋！苏姑娘，这拜师茶我敬不了了，但这施礼我一定要行。老太太，您这是要折煞晚辈了。3个月前，要不是你出手，锦华绣赋100年的招牌就砸在我手里了。那笔3000万的国际订单，大师们都不敢接，只有你用一幅百鸟朝凤的双面3翼绣镇住了所有人。举手之劳，老太太不必挂怀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锦华是再造之恩。苏姑娘，我一个人老了，精力不济，公司现在是我女儿在管，可我不太放心，想请你去坐镇，当首席绣艺顾问。好，我答应您。哎，你找谁？这里不收学徒。乡下来的吧？我们锦华不招保洁，去别处问问。我是来入职的，这是通知。哼，你就是那个新来的，跟我来吧。姑娘，新来的吧？刚才是不是被前助理为难了？唉，大姐多嘴提醒你一句，这锦华绣坊现在是顾少奶奶当家，她最看不得比她年轻又有本事的绣娘。那个前方是人事部前经理的亲妹妹，姐妹俩是少奶奶跟前最红的狗腿子。上个月有个小绣娘就因为绣工好被老太太夸了一句，第2天就被找个理由开除了。谢谢大姐提醒。哎呀，你别不当回事儿，能忍就忍，别跟他们起冲突。大姐，我知道您是好心，不过我想我应该没事。你就是苏锦心？哼，就这种破烂货也配进我们锦华？顾少奶奶说了，你的试用期不用试，给你10分钟，收拾东西，滚蛋！怎么没听清楚？那我再说一遍，也不看看自己那双手粗糙的跟砂纸一样，你也配碰我们锦华的绣品？既然如此，沈总，您上次说的合作，我答应了。好，我走。荣幸之至，我亲自来接您。动作快点儿，别耽误我们迎接贵客。苏姑娘，我知道你性子淡薄，不在乎这些俗名，但锦华100年基业断不能毁在我手里，老婆子求你了。老太太，您在绣界德高望重，这又是何必呢？看在我一把老骨头的份上，答应我吧，救救锦华。老太太，不是我不念旧情，是您的绣坊容不下我。怎么还不走？要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？等一下，钱经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周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苏顾问是老太太亲自请回来的首席顾问，怎么才来就要走？顾少奶奶的意思，你有意见？苏顾问是老太太亲自请回来的，你们怎么敢？她可是绣出双面3翼绣的人。老太太，双面3翼绣，老周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老太太早就退休不管事了，就她这副穷酸样，还双面3翼绣，你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。周姐，算了，别为了我丢了饭碗。苏顾问，这不是你的事儿，是他们欺人太甚，这绣坊的风气坏了。哟，老周，你这是要造反？姐，什么情况？这老东西又多管闲事儿。前方，你说谁是老东西？说你呢？怎么着，周慧兰，
你在这绣坊待了20年，还只是个下苦扣的底层绣娘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你这种拎不清的臭毛病。老周，我看你今天真是吃错药了。老东西，我劝你识相点。怎么，想动手？琼绣娘，我劝你别冲动，动了我，你这辈子别想在这个行当混。顾少奶奶，是，我知道了，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打起精神来，少奶奶说了，今天有位真正的国手要来。国手？什么国手？听说是老太太花了大心思才请出山的，咱们刺绣界的天花板，顶级国手。难怪少奶奶说要把闲杂人等都清走。就你这身打扮，也配跟国手待在同一间绣坊里，可不是吗？人家国手那是什么身份？你们知道那个国手是谁？我们只知道是顶级大师，具体是谁，少奶奶还没说。反正不可能是你这个穷酸的乡下绣娘。姐，你说那国手得是什么范儿？肯定是穿着定制的旗袍，带着名贵的绣具。那还用说，人家可是享誉国际的大师，身价少说上千万。听说光他的一幅绣品就被国家美术馆收藏了，整个刺绣界提到他的名字都得竖大拇指。这种人物来咱们绣坊，那是咱们绣坊天大的福气啊！可不是嘛，等会儿人来了，我得好好伺候着，不像某些人穿得跟买菜的一样，还敢跟少奶奶的贵客相提并论。你们这么崇拜那个国手？废话，那种级别的大师给我们当牛做马，我们都乐意。哦，真的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碍眼了。老周，你不是护着他吗？你也给我滚蛋！你说什么？你吃里扒外，不守规矩，从今天起，你也被开除了。我在这绣坊待了20年，20年又怎样？少奶奶一句话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给她道歉。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给她道歉。哟，还敢命令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手！你敢打人？周姐，跟我走，这种作践手艺的地方不值得我们待。苏顾问，您这是……周姐，如果不嫌弃，跟着我一起干。好，这种糟蹋传统手艺的地方不待也罢。苏锦心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报警。你动手打人，你完了！随便。打了人还想跑，来人给我拦住他！我看谁敢动他！苏老师，实在抱歉，我来晚了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沈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沈总，您怎么大驾光临了？顾少奶奶没有通知你们吗？今天有位国手要入职锦华，我还以为顾少奶奶转了性，知道尊重人才了。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哼，你们要等的那位国手，他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。不可能！你说他就是那个……你们刚才不是说给国少提鞋都乐意吗？不是说她是穷酸乡下绣娘吗？不是吗？沈总，走吧，这里的苏气太重，不适合绣花。好，苏老师，我送你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苏大师怎么了？老太太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您请的高人。不知道？你们干的好事儿！你们两个败家玩意儿！
我舍了这张老脸，在他家门口守了3天3夜，才把人请来。结果你们第2天就把人赶走了，还扔了他的袖珍，这是在打我的脸，打我们锦华的脸。妈，一个乡下绣娘，谁知道她有这么大来头？闭嘴！你是总经理，我只是……你连自己绣坊请了谁都不知道。别碰我！备车，我要亲自去给苏大师赔罪。苏老师，让您受委屈了，我真没想到顾家人这么不像话。沈总客气了。这位是周慧兰，锦华的老绣娘，技艺和人品都是一流的。沈总好，久仰沈总大名。慧兰姐是吧？能让苏老师开口夸的人，一定是顶尖的。欢迎加入华锦的大家庭。沈总，锦华绣厂的顾老太太来了，说要见苏老师。见不见，苏老师说了算。老太太对我有知遇之恩，不能不见，请她进来吧。苏大师，老婆子给您赔罪来了。老太太，您不必如此。是我教女无方，让您受了如此奇耻大辱。这2个畜生，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了。这是处理结果，您过目。苏大师，您看什么时候能回锦华？老太太，我不回去了。苏大师，条件您开，薪资翻倍，不，翻3倍。不是钱的事。苏顾问，您不能这样啊！绣坊的单子离不开您。顾少奶奶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知道老太太为了请我，在我家门口等了多久吗？3天3夜。你们知道她一个70多岁的老人为了这间绣坊操了多少心吗？可你们呢？你们连自家绣坊请了谁都不知道。你们的人当着所有人折了我的袖珍，踩了我朋友的手。老太太，不是我不领情，是这块沾上了匠人心血的牌子，在你们手里已经脏了。你给我跪下！奶奶，你还有脸叫我奶奶？妈，别叫我妈。今天你不给苏大师跪下认错，就不是我顾芳华的女儿。妈，你也给我跪下，都是你撺掇的。电梯里为难苏大师，是你让前方干的吧？袖珍也是你让前方折的吧？说。是我就是看不惯一个外人那么风光。好，很好，苏大师，您亲眼看着，我顾芳华今天当着您的面处置了。老太太，您心里清楚，这绣坊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？打骂解决不了问题，心不正则针锋必歪，线不纯则绣品必邪。告辞。放开我！我是人事部经理，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要告你们！你们这是违法的，少奶奶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要告你拿什么告？老太太说了，从今天起，整个刺绣行当，谁再用你们姐妹俩，就是跟锦华过不去。以前那么狂，你们会后悔的！现在就走，别脏了锦华的地界。这个项目的核心在于对传统针法的复原和再创造。锦华的问题就是固步自封，失去了创造力。从今天起，我们走一条新路。
苏老师，休息一下吧，你已经熬了2个大夜了，这批次太耗神了。周姐，别叫我老师，叫我锦心就行。那我就托大了。锦心，你说咱们这套复原的水墨晕染秀技法真能行？这可是失传了100年的东西。放心吧，3个月后所有人都会看到。顾少奶奶，之前的几个大客户都退单了，他们说我们的设计陈旧，完全没有新意，比不上苏锦心在的时候。再找别的绣娘，我就不信天底下难道就他苏锦心一个人会绣花吗？找了，能绣出那种水平的大师，全国就那么几个，一听说是锦华的活，都不愿意接。那就去把苏锦心给我请回来，花多少钱都行。可是苏大师已经在华景文化集团了，沈文渊亲自负责他的项目。少奶奶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是你们，还敢来找我？少奶奶，我们都是为了您才变成这样的。我们有个办法，能让苏锦心生不如死。什么办法？少奶奶，华锦那边最近在搞一个大项目，核心就是苏锦心的新技法。如果能搞到他手绘的绣样图纸和针法记录，你们想怎么做？只要少奶奶您出钱支持，我们认识一个地下的人，他有办法从华锦里把东西弄出来。只要没了这些核心机密，苏锦心就是拔了毛的凤凰，不如鸡。好，要多少钱？说吧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卡被注销了？干什么的？前方，好久不见。苏锦心来偷绣样？我没有，我就是路过。那这是什么？前方，你比我想象的还不堪。你以为我会毫无防备吗？这张旧卡就是个饵，没必要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报警。成了，苏老师，真的成了。这就是失传的水墨晕染绣吗？简直是巧夺天工。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没有周姐和各位姐妹，光靠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。苏老师，这次的新品发布会势必会震动业界，到时候肯定少不了明枪暗箭。锦华那边的动静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对了，那个钱方，警方正在查，他姐姐钱经理也失踪了，听说也参与了，正在追捕。随他们去吧。就算他们真偷走了绣样也没事，最核心的针法都在我脑子里，他们拿走的不过是皮毛。我明白了。顾少奶奶，股价又跌了，这是这个月第4次了，几个大投资人都撤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们锦华100年基业真的就抵不过他区区一个苏锦心吗？现在业界都在传，华锦的新品发布会在即，是颠覆性的水墨晕染秀，所有风头和订单都被他们抢走了。苏锦心，苏锦心，都是你！老婆，要不咱们去求求你妈，让她老人家去跟苏锦心说说情。求他有什么用？他现在恨不得打死我！华锦的发布会绝不能让他成功，不搞垮苏锦心，我们锦华就死定了。顾少奶奶考虑的怎么样？你说的办法真的能行？华锦的核心团队不是铁板一块，新来的那个年轻绣娘小玉，母亲重病，
急需一大笔钱，只要价钱到位，让他把发布会最核心的几幅绣品的底稿和针法图拷贝一份出来，苏锦心这场发布会就彻底完了。好，这笔钱我出。合作愉快。苏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妈的病真的等不了了。您的才华没了这批稿子，还能再画新的。小玉，你真让我失望。是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说，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。苏老师，对不起，是锦华的顾少奶奶，她让人找到我，给了我50万，我妈要动大手术。小玉，你糊涂啊！你这是犯罪！你母亲的病是事实，但犯罪也是事实。沈总，报警吧。我明白。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，你母亲的医药费我个人来出，但你必须配合警方，把那个中间人和指使你的人都交代清楚。顾明山涉嫌商业鉴别罪和教唆他人盗窃商业秘密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搞错了，我是堂堂锦华少奶奶，我什么都没做。人证物证确凿，中间人和小玉都已经交代了。不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是苏锦心，是他害我，是他逼我的。法律面前，人人平等。造孽呀，真是造孽！各位，今天我要向大家展示的是刺绣技艺与现代审美的一次对话。这不仅仅是锦心绣阁的诞生，更是我们华锦集团对传统工艺的一份答卷。我们始终认为，传统工艺的传承不是束之高阁，而是要让它走进生活，成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。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锦心，你做到了。老太太，我答应您的事儿一定会做到。孩子，谢谢你，我顾芳华这辈子没看错人。锦心，锦华那块牌子交给你，我才能瞑目，别让他倒了。顾明山被抓了，公司怎么办？所有项目都黄了，投资人都在起诉我们。破产清算吧，能拿回一点是一点。各位，我不会让锦华这块百年招牌倒下。我个人出资收购锦华绣坊的全部股份，承担所有债务。苏锦心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他们把你赶走的。我只是为了完成老太太的遗愿。这笔生意从纯粹的利益角度看，对我和我的锦心绣楼也有利。签字吧，这是你们最好的选择。锦心，新团队都到齐了。好，下午开全员大会。苏总，这是今天的日程安排。下午的投资人会议推迟1小时，先开员工大会。好的，苏总。各位，我知道大家心里有忐忑，也有期待，但我想告诉你们，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重新出发，锦心绣阁一针一线，
绣的不仅是技艺，更是良心和未来。我会用1年的时间，让我们的新中式刺绣惊艳世界。跟着我定不负你们。老公，公司怎么样了？你是不是救我出来了？公司被苏锦新收购了，这是离婚协议，签了吧。你说什么？你完了，顾明山，你妈把所有股份都交给了苏锦新，我跟着你已经没有前途。赵志远，你敢这么对我？你吃我的穿我的！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好自为之。老太太，您走得很安详。您生前的最后一座凤凰于飞，我已经替您完成了，就挂在锦心绣阁的正堂里。您的愿望我做到了，锦华活在锦心绣阁里。苏总，久仰，我是天绣阁的林婉清。林总客气，不知您约我来有何指教？苏总，锦心绣州这1年风头太盛了，新中式系列让我们这些老牌的生意很不好做。我今天约你来是想谈谈合作。天绣阁出资收购锦心绣州，价格你来开，保证你满意。抱歉，林总，锦心绣阁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几百个绣娘的饭碗，我没兴趣。苏总，商场如战场，你确定要拒绝我的好意？谢谢您的好意，如果您没有别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苏锦心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林总，那我们启动价格战，告诉所有和我们有合作的代理商，谁接锦心绣阁的单子，就别想做天绣阁的生意。是。另外，放出风去，就说锦心绣阁只是个没有根基的小作坊，撑不了多久，把他们最好的绣娘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挖过来。明白。这刺绣界的天下只能有一个王者，那就是天绣阁。苏总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天绣阁突然全线降价，幅度高达40%，我们好几个批次的出口订单都被他们截胡了。还有，他们的人到处在挖我们的绣娘，出价是我们的2倍。锦心，天绣阁的人刚才直接到绣房门口来堵我，说要给我100万年高薪。你怎么想的？我当时就把他们的名片扔了，我跟定你了，哪儿也不去。林婉清这是想用钱砸死我们，但我们不是靠钱就能打垮的。天绣阁要打价格战，我们就避其锋芒；他们砸钱抢烂活，我们就用心绣精品。苏总，那我们怎么生存下来？我们不跟他们打价格战，我们打价值战。我要用3个月推出一套全新的新中式刺绣系列，将传统绝技与现代时装设计深度融合。我们要做的已经不是工艺品，而是艺术品，是文化符号。可是这太耗费心神了，只要能赢，再辛苦也值。我们锦心绣楼的理念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。苏锦心，我真是小瞧你了。林总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代理商都在抱怨，说锦心绣阁的货虽然贵，但已经火到供不应求了。那就放出大招，启动围剿计划。苏总，天绣阁联合了几家大厂，疯狂压低原材料价格，我们的供应商快顶不住压力了。网上还出现了大量水军抹黑我们，说我们抄袭坏我们的名声。锦心，我听说天绣阁那边放话要用一切手段封杀你，需要华锦支援吗？谢谢沈总，暂时还撑得住。各位，召开董事会，我要融资5个亿。好的。各位，天绣阁的围剿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是自掘坟墓。他们靠垄断和价格战打压创新，这是行业毒瘤。苏总，话虽如此，但天绣阁财大气粗，你们能撑多久？他们烧钱打价格战，我们就在技术和文化价值上全面超越他们。我的计划书上写得很清楚，我们下一步是国礼合作和非遗文化 IP 开发。我需要5个亿，用来熬过这场寒冬。3个月内，我会让锦心绣楼的市值翻1倍。我愿意用公司51%的股权做抵押，如果不成，锦心绣楼拱手奉上。苏总，投资人的资金到账了，一共5亿。苏总，如果您输了，这可是您全部的心血。陆晨，
你信我吗？我当然信你。那就够了，我们不会输。各位，这3个月大家辛苦了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们的新中式系列被正式选定为今年的国家文化礼，将赠送给来访的各国元首。谢谢，我们赢了，我们真的赢了！这下天秀阁不敢再封杀我们了。不止不敢再封杀，他们的围剿联盟已经从内部瓦解了。林总，这3个月我们亏损了8个亿，8个亿啊！锦新秀阁成了国礼供应商，股价今天直接涨停了，我们的客户都跑光了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苏锦新肯定撑不住的。够了，林总。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决议，为了止损，您需要为这一切负责。是你，来看我笑话。我来接你，咱们回家。我们还有家吗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离婚了吗？我后悔了，我外面漂了3年，什么都没干成，钱被一个女人骗光了，才知道只有你不嫌弃我。家没了，那就去抢回来。苏锦新，他欠我的。顾明山，想报复苏锦新，正面来是不行了，我这里有个办法，能让他身败名裂。什么办法？只要能搞垮苏锦新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帮你注册一个非遗文化协会的空壳，你伪造一份传承谱系，证明你是双面3艺秀的真正传承人，然后我们去起诉苏锦新侵权，告他剽窃你的家族绝技。高啊，这官司就算打不赢，也足够折腾他2、3年，坏了他的名声。好，就这么干。苏总，我们被起诉了。谁？是一个叫顾明山的人，他自称是非遗项目双面3艺秀的12代正统传承人，说您的技术是窃取他的。顾明山，他怎么这么无耻？法官大人，我方当事人有完整的非遗传承谱系，足以证明我方才是双面3艺秀的合法传承人。被告苏锦新的技术系非法撷取。反对，我方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的所谓谱系是伪造的。这是苏锦新女士家族7代传承的绣谱，以及由省级文化部门认证的长达30年的正式师承记录。最重要的是这项绝技。法官大人，我方请求当场验证。本庭经审理认定，原告顾明山伪造非遗传承人身份，捏造侵权事实，伪造核心证据，情节极其恶劣，数罪并罚，判处顾明山有期徒刑10年，剥夺政治权利。不，我不服！苏锦新，是你，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这个贱人！顾明山，你总说是我毁了你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的傲慢与嫉妒，把你一步步推向了深渊。一个人的命运是他自己选择的。有请来自华国的刺绣大师，被誉为东方绣圣的苏锦新女士。苏锦，锦新，太棒了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恭喜你，苏大师，你终于做到了。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誉，这是所有坚守传统技艺的华国绣娘的荣誉。娘，我做到了。您看到了吗？咱们苏家的绣艺真的传遍了全世界。曾经有人折断了我的袖珍，把我从绣房里赶了出去，也有人用尽一切手段企图将我封杀。但我始终相信一件事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一针一线绣出来的。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固步自封，而是守正创新，用我们的双手
让世界看见东方之美。苏奶奶，我也想学刺绣。来，孩子，奶奶教你穿针引线，这锦绣荣华就从这一针开始了。这孩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沈念苏。念苏？妈妈说这名字是爸爸取的。爸爸说念苏就是念着一个很好很好的人。这孩子该不会是沈总？别瞎猜，沈总这些年一直单身，哪来的孩子？念苏，你爸爸妈妈呢？爸爸在国外做生意，妈妈说让我来跟苏奶奶学本事。听说你收了个小徒弟？叫沈念苏。念苏是个好名字。沈总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告诉我？15年前，我大哥在海外因意外去世，大嫂带着孩子改嫁，与我断了联系。我大哥叫沈文清，他最敬重的人是你。你大哥？我从未见过他。20年前那场国际刺绣大展，你在台上绣百鸟朝凤，我大哥在台下看了整整3个小时。回去后，他对我说，此生若有个女儿，一定要让她学苏锦心的绣艺。叔叔，这就是苏奶奶年轻的时候吗？爸爸让我跟苏奶奶学本事。叔叔，你也想让我学吗？想，因为苏奶奶是这世上最了不起的绣娘，你要好好学。还有，帮叔叔照顾好她。嘿嘿，叔叔是不是喜欢苏奶奶？小孩子别瞎问。苏总，巴黎国际艺术博览会的邀请函。诚邀锦心绣楼作为华国刺绣唯一代表参展本届博览会。这可是全球顶级的艺术展会，往年只邀请西方奢侈品牌。参展作品定什么？组委会点名要您的锦绣山河系列，还要您亲自到场做展演。回复他们，我带队去。另外，让念苏也去见识见识，他才学了3个月，竹鸟总要见风浪。沈总，巴黎博览会的随团赞助商名额还差1个，苏锦心的锦心绣窝在上面。是的，苏总亲自带队。这个赞助名额华锦拿了，但按惯例都是安排市场总监去，这次我亲自去。明白了，沈总。叔叔，这里。沈总，你怎么？华锦是这次博览会的官方赞助商，我作为集团代表随团出行。这种事往常不是派副总吗？这次不一样，你第一次在国际大展上做展演，我想亲眼见证。Mon Dieu, est-ce la limite de la main humaine? 叔叔，你眼睛都看直了。小孩子懂什么？我懂，电视里说了，这叫望眼欲穿。20年前，你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，也是在巴黎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大哥回来后，把你说的神乎其哨。后来我亲眼见到了你，在锦华绣铺，你被前方折断袖针那天。那天你也在。我刚好去锦华谈合作，在走廊上看到你站在绣房里，面对所有人的羞辱，面不改色。那天我就知道，这个女人值得我用一生去守护。沈总，我今年48了。我知道。我这辈子只嫁过绣花针。我也知道。你知道吗？被赶出锦华那天，我心里想的不是恨，是顾老太太跪在我家门口3天3夜的画面。后来我发誓，这辈子绝不让任何人为我弯腰。锦心，你的事业正在巅峰，没必要为了一个半老绣坊耽误大好年华。你说完了？说完了。那轮到我了。这是你那天被折断的袖针，我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。你留了20年。23年0.5个月。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整个锦心绣阁，装着传承，装着几百个绣娘的饭碗。没关系，我不急，我可以等。等到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，
等到你愿意把目光从针线上移开，看我一眼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苏奶奶，我叔叔是不是很笨？他喜欢你又不敢说。我妈妈说，男人胆小的时候就会拼命工作。你妈妈懂得真多。所以苏奶奶，你要是也喜欢我叔叔，就告诉他呀。听说你亲自跟团去了巴黎。锦心绣阁的苏锦心也去了。去了。文渊，你今年45了，你大哥在你这个年纪念书都会打酱油了。妈，我不是催婚，我就问你一句，那个苏锦心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？我说了不算。那我就找他去说。妈，您别添乱。苏奶奶，我绣完了。荷花，为什么选这个？因为奶奶的名字叫锦心呀，锦是锦上添花，心是心里有你。这句话是谁教你的？叔叔说的。他说锦心绣阁的锦心，就是他想对你说又不敢说的话。苏总，您看这个。一夜之间，我们超过20家合作商打来电话问，手工刺绣是不是要被淘汰了？把 AI 绣的样品拿来给我看。已经在路上了。再通知所有绣娘，明天开全员大会。你们都说说有什么不一样？ AI 绣的针脚完全均匀，但每一针都一模一样，像印刷的。手绣的针脚有松有紧，但这松紧里藏着绣娘当时的情绪。说得对。这幅是我昨天绣的，下针的时候我想的是念苏第一次完成绣品时笑的样子。AI 可以绣出完美的图案，但它绣不出牵挂，绣不出传承，绣不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心意。这就是手工刺绣永远无法被取代的原因。我听说 AI 绣的是华锦可以调动资源帮你。不用。沈总，你帮了我这么多年，这次我自己来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与其对抗 AI， 不如证明人手的价值。我准备办一场公开挑战人机刺绣大赛。公开比赛？什么规则？同题同线同时长，请全国的刺绣大师、媒体、非遗专家做评委，让所有人看清楚机器的手和人的手到底差在哪里。你有把握？我从7岁开始拿这根针，拿了50多年了，你说呢？题目：山水意境，时长1小时。苏奶奶怎么不动啊？别急，她不是在发呆，她是在心里绣。各位，请你们靠近看。AI 绣的山水是图片的复制品，而苏老师的山水，这里瀑布撞在石头上溅起的水花，苏老师用了一种叫滚针的技法，这是古人画瀑布时用来表现动感的针法。AI 能复制画面，但它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用滚针，这就是创造与复制的区别。感谢大家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次挑战不是为了证明人比机器强，是为了让所有人记住，真正的好东西一定是从心里长出来的，不是从算法里算出来的。沈总 ，AI 刺绣这波浪潮，我们不能置身事外，必须投资 AI 生产线。您一直跟锦心绣部捆绑在一起，现在手工刺绣的股价都在跌。各位，华锦文化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做的是文化，不是快消品。AI 可以绣花，但它绣不出文化。锦心绣阁证明的正是这一点。如果现在为了短期利益去投 AI， 以后华锦就没有任何不可替代的价值了。说的冠冕堂皇，谁不知道你是为了苏锦心？没错，我是为了他。
但这与我的商业判断并不冲突。我坚信，手工刺绣的未来才是华锦的未来。苏总，华锦文化集团的股价在连续下跌3周后，今天跌停了。怎么回事？有人做空，放出的消息是，华锦拒绝拥抱 AI， 将被时代淘汰。沈总因为坚持手工路线，被几个大股东联合逼宫。去哪里？华锦集团，他帮了我23年，这一次该我站在他身边了。可是您去了能做什么？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。苏总，抱歉，不请自来。这是今天上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来的通知，华国手工刺绣技艺被正式列入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。另外，锦心绣阁正式签约成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，未来3年的国际订单预计超过10个亿。这些订单将由锦心绣阁与华锦文化集团联合承接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通知，不是今天上午发来的吧？3天前就收到了。你一直在等合适的时机拿出来。我在等你最需要的时候。沈总，23年你都在帮我，这一次，让我也帮你一次。锦心，你叫我名字的样子，比叫我苏老师好听。锦心，我想这样叫你，想了23年了。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这10年每天都在恨你，恨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可是昨天，我突然觉得不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资格恨你。你这些年做的事，锦绣山河，传承非遗，让全世界看到华国刺绣，每一件都是我妈想做的事。我毁了我妈的心血，你却替我完成了她的遗愿。这是我妈的遗物，一块绣帕。她走的时候攥在手里，说对不起你。我走以后，把她带回锦心绣楼吧。锦华是你的人了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你说，善待那些老绣娘，她们跟着我妈干了一辈子，她们在锦心绣阁过得很好。那就好，苏锦心，对不起。过去都过去了，你好好的。念苏说你从监狱回来后一直在这里发呆。文渊，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在争什么？顾明山这辈子争权、争名、争一口气，争到最后死在狱中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争了23年，争来了锦心绣阁，争来了世界声誉。可我回头看看，背后一直站着的人，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。现在看还来得及。锦心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。23年前，你在塞纳河畔拒绝我的时候，到底是真不想，还是不敢？不敢。怕什么？怕欠人情，怕分了心，怕这一双罗真的手握不住另一个人的手。我娘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女人这辈子要么撑起一块招牌，要么守住一个家，两者不可兼得。我一直信她的话，
信了40多年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忽然觉得招牌已经立起来了，家也可以有了。毕竟念苏需要一个能干的爷爷。锦心，我跟你干了20多年，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。周姐，别哭，当初要不是你站出来护着我，也没有今天的锦心绣照。现在宣布，苏奶奶和爷爷正式结为夫妻。有请苏锦心女士。感谢组委会，这个奖属于所有坚守在一枝一线里的绣娘。这是我的母亲，也是我的第一位师傅。她教会我，刺绣不是手艺活，是良心活。这是我的徒孙沈念苏，今年9岁，已经独立完成了第1幅双面绣。锦绣荣华，从一针开始，也在一代代的传承中延续。谢谢大家。20多年前，我被赶出锦华绣坊的时候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站在这里。但你走到了。奶奶，等我长大了，我也要办一个绣坊，让更多人学会咱们华国的刺绣。这根针跟了我大半辈子，现在交给你了，记住，心不正则针锋必歪，线不纯则绣品必邪。苏奶奶，我也想学刺绣。来，孩子，奶奶教你穿针引线。这锦绣荣华就从这一针开始了。